爱因斯坦教授，我一直想做一部介绍相对论的影片，为了节目的客观性，我向您保证，在这部影片中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来自您亲笔写的《爱因斯坦自述》这本书。这的确是对我本人的尊重。那你肯定看过我在《我的世界观》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短暂的过客，对于生命的目的，其实我们一无所知。我看到了，就让我们从一无所知开始说起吧。时间来到1905年的春天，爱因斯坦26岁，他的工作是瑞士专利局的一名技术鉴定员。在这座大楼3层的一间办公室里，爱因斯坦总是会陷入到一场白日梦里。如果人骑在光线上，会发生什么事儿？他被这个有趣的想法迷住了。有一天，爱因斯坦坐公车回家，他无意间回望一眼伯士尼市中心著名的钟楼，突然之间，一个惊人的想法进入到他的脑海：如果这辆公车以光速向前行驶，钟楼上的钟表指针就会停止。为什么？因为指针上的光将再也追不上公车，所以指针会永远停止在公车到达光速的那一刻。爱因斯坦震惊了，他知道他发现了宇宙间从未有人知晓的秘密。1905年6月30日，他将一篇论文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》发表在德国权威科学杂志《物理年鉴》上，这就是名扬天下的狭义相对论。这是一个跨时代的理论，因为狭义相对论打破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。从牛顿时代开始，人们对宇宙的理解是这样的：宇宙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，时间在宇宙的每个角落里均匀地流逝。这些观念完全符合人类对宇宙的观测，但是那个时代地球上的人类并不知道，他们所观测的是一个低速的宇宙。是什么打破了固有观念呢？是电的发现。1860年代，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就预言过，光本质上是一种电磁波，电磁波的速度是有上限的，这个上限的速度正好等于真空中的光速。光和电其实是一体两面。1887年，美国科学家迈克尔逊和莫雷通过实验发现，光速不会随着地球运动而变化。什么意思？光速为每秒钟299792公里。如果我们站在地面上向太空发出一道光，光速并不会叠加地球的运动速度，仍然是每秒钟299792公里。再举一个更直观的例子，假设人能够骑在光上飞行，他打开了手电筒，手电射出来的光速也不会变成2倍光速，而只能是恒定不变的光速。这就产生了矛盾，在低速宇宙中，速度与力都是可以叠加的，而光速不能叠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没人知道怎么回事，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知道光速为什么恒定不变。爱因斯坦只能把这个观测结果定义为一条宇宙的基本原理。光在真空中速度不变，是狭义相对论中的一条原理。这条原理揭示了光的传播速度在真空状态中总是恒定不变。要想解决光速不能叠加的矛盾，我们的宇宙就要求被重新定义。首先，时间不能是一个定量，时间与参照系有关。假设有一艘无限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，它越接近光速，从地球的角度看，飞船上的时间就过得越慢。当飞船的速度达到 99.9993% 的光速时，飞船上的1秒就约等于地球上的4分半钟。从地球上看，飞船上的人就像是在做慢动作，飞船上的人相对地球人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时间，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那就是他们以高速在宇宙中行驶了遥远的距离。这就推出了第2个结果，时间与空间原来是一体的。当你以高速在宇宙中行驶时，相当于用速度和距离换回了时间。牛顿的绝对宇宙观被打破了。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，时间不是绝对的，空间也不是绝对的，它们会随着速度的不同而改变，而光速是宇宙中不可超越的极限。狭义相对论是真实的吗？结果是完全肯定的。
狭义相对论已经无数次的被科学实验所证实，比如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粒子加速器实验，科学家让带电粒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行，发现粒子衰变的寿命明显变长，变长的时间与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完全吻合。这就是用速度换时间的例子。狭义相对论的确是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理论，它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宇宙的固有看法。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对于宇宙运行的更深层次的原因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。这些谜团最起码包括：为什么光速不变？为什么光速不能叠加？空间是什么？时空为什么是一体的？这些问题，狭义相对论都回答不了。狭义相对论给了我们一系列的公式，这些公式的作用在于时间、空间与速度之间，我们只要知道任意两个值，就可以计算出第三个值。这就是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意义。为什么爱因斯坦会说我们一无所知呢？我想大家已经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过一个观点，人的知识就像是一个圆圈，你知道的越多，圆圈就越大，接触到的未知范围也就越多，因此越会觉得自己无知。现在有关相对论的故事已经讲了一半了，下半程的故事更加精彩，同时也更烧脑，更让人迷惑。时间来到1915年11月，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进行了4次连续演讲，随后他提交了引力场方程，把这些思想综合起来，就是震惊天下的广义相对论。广义相对论同样来自一场思想实验，它是爱因斯坦众多白日梦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个。爱因斯坦是这样思考的：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，在下坠的过程中，他为什么感觉不到他的体重呢？这就是大家都体验过的失重现象。下坠的速度似乎在某个方面抵消了体重，这个抵消了体重的力是什么呢？他继续思考，如果人站在电梯里，突然电梯的吊绳断了，人与电梯一同向下坠落，为什么人明明站在电梯里，却还是有失重的感觉呢？他突然意识到，这是因为电梯的支持力没有了。问题来了，按照牛顿的说法，地球的引力是无时无刻存在的，为什么没有支持力，体重就像消失了呢？爱因斯坦恍然大悟，也许引力只是表象，引力并不存在。人掉落在地上，不是因为自然界里有一种神秘的拉力，而是弯曲的空间。地球的重力会把周围的空间拉成弯曲的形状，人之所以会落地，是因为掉落到了空间的谷底。这是什么答案？这简直是匪夷所思。按照这个理论，宇宙中的空间从来就不是平坦的，任何质量都会把周围的空间拉弯，越是大质量的天体，它周围的空间就拉得越弯曲。几何在真实世界中的确存在，我称之为实际几何。我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，主要是得益于它。光在曲面上也会走最近的距离，这个距离叫做测地线。空间越弯曲，光走的路线就越长，光走的路线越长，所耗费的时间就越多。也就是说，天体的质量越大，它周围的时间就越慢。广义相对论是真的吗？我们每天都在验证广义相对论。GPS 卫星的高度约为2万公里，这个高度地球的引力要比地面弱得多。根据广义相对论，引力越弱，时间走得越快。GPS 配备的电子钟显示，卫星每天都比地面的时钟快了38微秒，完全符合广义相对论的理论。GPS 时间误差1微秒，定位的误差就能够达到几百米，每天积累下来就会有几十公里的误差，那就根本无法定位和导航了。所以每时每刻 GPS 的软件都在消除这种误差，这就是广义相对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。广义相对论也预测了黑洞，黑洞的质量太大了，已经把它周围的时空完全拉成了封闭的状态，一旦光进入黑洞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个黑洞，目前估计在银河系里就有超过1亿个黑洞。广义相对论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，它把引力几何化了。上一个带给我们这种震撼的是笛卡尔，他把代数和几何统一起来，就是中学我们学过的解析几何。
爱因斯坦也是用几何语言把引力与时空统一了起来，在空间、时间和速度之外，又引进了质量与能量。根据广义相对论的方程，我们就可以计算宇宙中运动的物质在空间、时间中的变化。这就是广义相对论的基本意义。时空坐标并非独立存在，必须把时空坐标和引力场结合起来，才能得到一个真实的物理量。但是，当我们了解了广义相对论之后，我们的迷惑不是减少，而是更多了。首先，空间这个东西更奇怪了。空间似乎和质量有关，质量能够把空间拉弯，质量越大，拉弯的曲率就越大。空间就像是橡皮膜一样，它会对质量产生反应。其次，引力到底是什么呢？广义相对论把引力解释为空间的弯曲，实际上这仍然只是引力的表象。这种几何化非常实用，可以计算物质、运动、空间与时间的关系。但是引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所以伟大，在于它重塑了人类对时间、空间、引力与宇宙的根本理解。相对论不只是物理学理论，它的格局堪比笛卡尔的解析几何、牛顿的万有引力、达尔文的进化论。这些理论都不只是看清楚了一个现象，而是重塑了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。但是相对论也让人感到恐惧，它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们感知的现实并不是宇宙的底层机制，我们知道的只是皮毛，是宇宙本质在几何与运动关系上的投影，而对宇宙的深层奥秘，我们一无所知。以上就是有关相对论的最简单的科普解释。其实相对论博大精深，它问世100多年来，人类对宇宙的观测不断地印证着相对论的正确性。原子弹、核能的利用是基于狭义相对论中的质能公式，引力透镜效应、黑洞与引力波都曾在广义相对论中被预言过。下一个发现很可能是虫洞，这也是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解之一。相对论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，它还将继续指导我们对宇宙进行探索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还是要回到爱因斯坦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：对于生命的目的，其实我们一无所知。这是否意味着人生并没有意义，所有的追求都是虚幻的泡影呢？我所追求的是对宇宙的神奇和生命的永恒窥探一二，怀着虔诚之心，努力学习自然界的理性部分，即便我只能领悟一星半点儿，也足以让我欣慰了。原来爱因斯坦认为，生命并非没有目的，探索宇宙的未知，保护人类的理性，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意义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